在未来世界，100岁老人也可以轻松登上华山，因为科学家发明了一种手杖，只要调整它的角度，便可以将上坡路变成下坡路。然而，就是这么一款便民神器，却差点将大雄送进地狱。大雄逃学在家看漫画，却发现小多拉貌似便秘没擦干净，疯狂在地板上摩擦着菊花，看得大雄整个人都惊呆了。但其实小多拉只是在玩一款改变角度就可以改变重力方向的手杖，是不是没听懂？那就给你实操演练。比如你跟朋友来到滑雪场，需要从山顶出发，才能滑出完美的造型。然而只要有了这个手杖，你就可以从山脚出发，一路撒欢打野滑到山顶，省下来的缆车钱拿来买10个铜锣烧吃，它不香吗？一听可以省钱，大雄顿时姨妈上头实操起来。房间发生倾斜，把大雄甩飞2里地，直接将他摔成了渣渣灰。大雄不明白为何小多拉没一起摔成降道鸡排，才知道道具只会改变使用者的重力方向。他顺着绳子爬回房间，再次触摸手杖后，才重新找回地面的方向。大雄觉得此宝贝堪称神器，二话不说就要出门当个废人。只见他将平地变成下坡路，还没等小多拉反应过来，一脚地板油带着道具直接跑路。此时的虎父2人正在空地讨论陆怒动漫为何不火，就看到一个怪弟弟闪过，两人顿时觉得大雄是过期牛奶喝多了才会那样走路。听闻此话，大雄直接施展出独门绝学，不仅疯狂用自己的炎意拉仇恨，还把虎父2人比喻成动物园在逃动物。听闻此话，两人是高低忍不住了，一脚地板油就要把大雄锤成番茄汁，而大雄只是轻轻改变了手杖的角度，就让身后的虎虎双煞用跑的都追不上。3人你追我赶，在公园里撒欢打野一顿跑步，那叫一个如胶似漆，羡煞旁人。最终大雄凭借一招牛顿来了都得翘起棺材板的走位，成功拉开了3人的距离。虎父2人以为自己也可以是博尔特 Pro Max， 岂料牛顿半路诈尸，用滚的送两人回到了起点。气得胖虎是要将大雄变成妙龄男尸，于是下一秒两人直接骑车而来。见此情景，大雄二话不说夺了柯南的滑板。虎父以为前方的通天路可以堵住大雄，岂料大雄一个丝滑的上行，不仅没累丢半条命，还成功走人。反倒是虎父2人爬坡才爬到一半，就累出了紫脸死亡特效。胖虎更是体力不支，直接垫着小夫就是难上加难。成功逃走的大雄将滑板还给柯南，觉得自己以后可以横着走。然而下一秒，手杖卡在了井盖中，毫无准备的大雄顿时跳起了倒滑舞。终于在稳住身形后，大雄已滑出手杖近100米，于是他只好迈着抽筋的小腿艰难爬坡。眼看胜利就在眼前，岂料老师却在这时悍跳，指责大雄的姿势过于挑逗。毕竟如狼似虎的小姐姐就喜欢主动的，大雄只好挺直身体。岂料老师觉得这还不够直，随手一个矫正，就又送大雄体验了几分钟前的快乐。看到这一切的静香，整个人都惊呆了。夫君的后空翻何时变得如此丝滑了？只见大雄一顿撒欢打野，最终撞在了垃圾堆里才停了下来。岂料静香发现了路中的手杖，随手一碰，就给大雄增加了副本难度，生怕大雄死得不够快。没死透的大雄艰难地爬回手杖处，本以为就差一步，岂料静香嗷的一嗓子就把大雄当变态怪叔叔打飞了出去，还碰倒了手杖。大雄顿时在平地玩起了自由落体，还好他抓住了电线杆，暂时保命成功。小多拉找到他时，整个人都惊呆了，可还没问出大雄为何身手了得，大雄就松开了双手，变成了滑翔于平地的窜天猴。眼看要出人命，小多拉一脚地板油找回了手杖。就在大雄要用一撞送走4人时，小多拉关闭手杖，让大雄一个标准的日本会结束了闹剧。而大雄也因为受惊过度，从此再也不会正常走路了。